李林怒江桥以独特设计闻名，径径横跨洱水，将状元州紧密相连，桥与州相映成画。水波映衬着桥身，既有巧夺天工的建筑智慧，又饱含灵动景致，成为李林独具韵味的标志性美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澜，祝大家朝朝如愿，岁岁安澜。今天我来到了湖南醴陵市，来探访一座古桥，它的名字叫怒江桥，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桥。它有3个特点，一个呢就是它非常的长，有190米；第二个就是它有800年的历史了，与其说是800年，实际上它只有100年的历史，因为它后面重修了，到今年刚好就是100岁。最后一个就是它重修了20多次。那么好了，我们就近距离上桥去看看吧。嗨，大家好，现在呢，我带着安澜来到了湖南醴陵的城区。醴陵市它属于株洲管辖，属于一座县级市。眼前这座桥，目前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目前这个桥上面不允许通车了，只允许步行和骑自行车，所以这座桥啊，目前保护的还是比较好。它是1924年重修的。在这个桥的这2侧啊，有非常多的这种石头，天然形成的石头。然后呢，本地居民呢都在这边啊钓鱼休闲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就走到桥上面去看一下，近距离看一看这一座100年大桥有什么不同。然后呢，这一座100年大桥啊，它上面的一些结构件以及它的一些设计，看看又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呢，走在醴陵城区的沿江风景带上，两边啊正直的这种垂柳。今天的天气，还算适合人出来散步休闲。再过10天半个月，基本上就会非常的寒冷了。这旁边还种植了2棵桂花树。现在我们马上就走到了这个桥的下方了。我们先到桥的下方看一看这座桥，它的一个设计。在桥的下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江中啊，有一个自然冲刷形成的一座岛，叫状元岛。名字起得非常的大气，叫状元岛，寓意着当地人他们希望能够出状元。但是呢，事实上呢，这里没有出状元，也就是人的美好愿望和现实往往是不匹配的。状元岛呢，我们可以从这个桥的上方可以步行到里面去。待会儿呢，我们走到桥的上方去看一看。先让我们在桥的下方看一看这座桥100年前古人的一些做法，以及他们对这座桥石料这块、设计这块和我们以前参观的桥，看看是不是都会有所不同。
在桥的下方啊，还有人在这里冒着寒冷的天气在下面钓鱼。它这里写的非常的大气，一共是9拱7墩。这个桥是9孔7墩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是9拱10墩啊，9拱10墩，对吧？那么它这个桥也是设计成这种全形状，但是它的全形状啊不是很大，和我们之前看的一些古桥啊还是略有差异。然后这个桥的石块用料啊，和我们以前看过的桥啊，还是有一点点差异，但是他们的这块石料仍然是就地取材的，全部是人工开凿出来的，这些石料上面有非常明显的痕迹。桥东下方呢，也全部是整块石料进行砌砌而成，不像是我们之前看的那些桥啊，它很多就是用整块石料垒砌搭建而起来的。它这座桥啊，修的是非常的工整和有规律。然后我们再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石料上方，它有明显的这种凿纸凿刻的痕迹，所以这些花岗岩石料用的还是非常非常多。而且这个桥的缝隙中啊，长了很多这样的小树。它这里，所以这座桥，它现在不让通行啊，它是有它的一定道理。因为这个桥的设计初衷啊，肯定不能像现在交通工具允许大货车在上面通行，很容易将这个桥啊会压垮。然后呢，它这个桥墩啊设计也不是特别宽。而且它的桥墩设计，可能它的当初的承载量啊，也没有考虑到当今社会交通的一个发展，以及工业革命来得如此之快。好，我们在桥下已经看过了，我们现在就上到桥上去参观。安兰，你刚刚发现什么？我发现这个桥我都没有看到那种。桥有专门刻的那种花纹，就比如蜈蚣、宝葫芦之类的雕刻。对了，安兰说的没错，在这座桥上啊，我们目前没有看到在这些花岗岩石头上雕刻类似于有寓意的葫芦瓶，还有这个蜈蚣、太极八卦头等等，能够护佑这个桥啊以及两岸居民的，保佑他们免受洪水的灾害啊侵扰啊，这样的一些寓意的雕刻饰纹。可能每一个桥啊，它对当地啊它的寓意啊是有所不同，好吧？我们现在走到桥上去看看吧。这上面承修了一个门，叫李林门。在几百年前，很多人要进入李林，就要从这个城门进去。我们先简单的圈过去看一下这个李林门吧。这上面是茶室，这上面有介绍李林的一些情况。千年池都，一城烟火。这是将李林的整个
景色景点全部有列到这上面，欢迎大家到李林来做客，到李林来游玩。好了，我们就去到怒江桥看看吧。旁边全都商业化了。是的。保障我们下午的平台能够安全有序。这是整个李林的一个街景。等一下，好吧，走吧。拿出来，瘦肉以瘦肉来变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青石板路的码头，一直走到这座百年大桥上。两侧呢设计的非常人性化，设计的没有任何障碍，方便以前的独轮车、板车这样子在上面穿行，是属于无障碍通道。在中间呢，就设计了这种台阶的青石板路。啊，这里有一块文物保护碑，我们看一下。以前这里设计的是一个铁门，这上面还有锈迹斑斑的这个铁的结构件，已经废弃了。然后这里是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怒江桥，1996年10月15日立。怒江桥始建于南宋乾道年间，现存建筑为1924年重建。全桥用花岗石砌成，长193米，宽8米，高12米，并列10拱，每拱跨度8米。桥上所嵌“怒江桥”3字，细康有为所书。这是目前我国省保存完好、规模最大的石桥。这座桥始建于公元1165年到1173年。当初建这座桥呢，它全部是用普通的石块石料搭建的简易桥，所以刚刚安南给大家在开头说过，这座桥啊，它反复重修了20多次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们都在现有的这座江上为两岸的居民啊修建搭桥。在古代，修路铺桥是积善行大德，为后代谋福祉的一件善举。整个这个桥的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全部是用的这种大块的花岗岩石料青石板路铺就的。整座这座桥的宽度有接近8米宽。桥的护栏呢设计的比较特殊，完全是用这种整块石料设计的这种舱口形式，这样子呢就方便上面的雨水啊能够及时的流到这个怒江里面。另外呢，形成如果有滔天的洪水啊，他们可以穿江而过，穿桥而过。像我们刚刚所说的，它这座桥反复重修了20多次，是因为以前这条江水啊经常的发大水，很容易将这座桥啊冲垮冲毁，所以呢后期的人们呢就直接设计成现在这个模样。
当然了，这个桥它有几段历史，一段历史呢就是当时的日本侵华战争已经打到这边来的时候，当地的百姓啊是极力反对把这座桥给炸了。国民政府啊为此严反日军侵华，所以他们不得已做出这样的决定。但是当地人们因为一直反对，所以这座桥呢只炸了一截，也就是只炸了一孔，保留了整座这个桥的建筑设计风格。后期等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呢，这座桥啊，它又重新将炸毁的部分重新连接上，也就是能够看到我们眼前这座桥啊，能够保存的这么完好。如果真的是按照国民政府当初的想法将整座桥炸毁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够看到这座桥现在的辉煌，以及100多年前古人如何运用他们的智慧将这座桥修建的这么宏伟。我们以前拍的桥啊，都是比较小巧，然后呢简易，所以这座桥它能够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刚刚文物保护碑上有说这个桥上面的3个字怒江桥是由清末的康有为大家来题写的字。提起康有为，大家应该有听说过戊戌变法、光绪皇帝、谭嗣同这些人物啊，我相信学过历史的人应该都有听说过。所以这座桥啊，它的历史啊底蕴呢还是比较深厚。我们现在走到桥的另外一侧来了，我们看看这一侧能不能找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保护碑，或者说这边有没有对这座桥啊有更多的资料的介绍。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状元洲了。对了，刚刚安然说过，现在镜头的前方就是状元洲，刚刚那里有一个接驳的小桥，可以走到这个状元洲上。我们待会儿走进去，我们先把这座桥的景况啊、四周啊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在这里以前它是有那种独轮车的车印的，但是在那个重修的时候，有人说把上面有车轮印的石头重新反过来盖起来了，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独轮车的车印。他们将这个石料啊翻卷过来了，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只能看到它完好的一面。在古代没有交通工具，基本上都是骑独轮车。现在我走到桥的另外一侧看一下，整个桥的高度啊还算是比较危险，垂直落差接近20米的样子。这样看起来，整个这个桥面的石料是不是它都有翻卷过来，对吧？就显得更加的光滑。整个桥的两端呢，都加注了这种石料，防止啊一些不守规矩的人呢，骑摩托车、骑3轮车、骑一些比较重的工具啊，从这个桥上通过。所以现在就已经把它完全阻隔起来，便于这座桥的保护。看这个房子的墙壁，这里画了许多这种画。这是彩绘，对吧？是的。这里是1948年醴陵县志中的
李林怒江桥旧影。当然，这是当地的一些画家呀，呈现了当初的李林桥旧影。这张图片呢是显示的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行的李林怒江桥彩色明信片。所以当初日本政府啊侵华的时候，他们也没有将这座桥完全炸废，还是保留到现在。然后呢，这里有关于这座桥的一些故事。陈胜芳系本地建筑附身，自1919年北洋军阀烧毁怒江木桥后，他目睹百姓南北出入不便，决心行此善事。1925年初秋，怒江桥新桥竣工通车，请谁题写桥名成了一件犯难的事情。最后请到了戊戌变法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来题写桥名。这是关于这座桥的一个大致介绍，以及这座桥是由谁新建的。他的名字叫陈胜芳，是一位非常有善心的一位绅士。好了，我们在左侧呢，现在又能够看到文物保护碑。这边应该是一块汉白玉的。好，这上面写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怒江桥2013年公布。怒江桥简介：怒江桥位于醴陵市城区丈原州西侧，最初为木桥，屡建屡毁，屡毁屡建。始建于公元1165年至公元1173年。木桥被废后，这座桥啊是由当地的一位富商叫陈胜芳带头捐资修建，1924年动工，1925年建成。怒江桥系南北跨向，由正桥、引桥和旁桥3部分组成，全部采用湖南望城丁字湾的花岗石砌就。正桥长190米，宽8米，共9洞10孔，共高12米。这是湖南省内境内跨度最大、保存最好的大型石拱桥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石拱桥建筑代表作之一。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这座怒江桥的详细介绍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我们刚刚过来的桥的另外一端去，然后呢，我们再从桥的中央走到状元洲，看看状元洲里面都有哪些。这座桥啊，目前看来啊，这上面步行游玩的人特别多。因为现在只允许步行，当然呢，也有一些人会带上小孩子骑上他们的滑板车、自行车。从这里往前看，我们就能够看到醴陵门。以前所有的人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进入醴陵城。然后山顶上的建筑，我们看上去是一些寺庙，对吧？是的。然后这里是一座塔，那边好像也有一塔。
凉的就不好吃豆腐，热的凉，这个就可以慢，好吧，现在呢，我们就下到现在也可以好卖，还有的喜欢吃那个状元粥里面看一看。下到这个状元粥啊，它用的也是这种大型的发钢石，上面被人类走来走去啊磨得非常的光滑。待会儿呢，我们用无人机飞一下，看一看这个桥的规模。状元方舟，类似于湖南长沙的橘子洲头。一面就是人工做的一个假山。这是人工新建的一座小型公园。我们还是沿着江边走一下，桥的两侧还是有很多这种居民住的房子，与现代的工艺格局和城市建设啊，有一点点格格不入。但是整条怒江水啊，怒江河啊，水势上看上去还是比较清澈，不是特别脏。然后我们能够看到江中央有一只鸭子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在那里，它在一个人一只鸭子在江中游，没有伙伴。好，我们再走到桥的下侧看看，孤零零的。它这里好像就是碑文上面所讲的旁桥。这边的建筑就显得非常的与众不同，然后是全新的建筑，而且是那种复古的建筑。而我刚刚左手边的这些房屋就显得破败不堪了，右手边呢这些房屋呢就会光鲜亮丽。这道旁一路都栽种了这种喷香的桂花树。是的，一路上去全部栽种的是桂花树。目前桂花还在盛开，非常的香气迷人。这里有一块状元珠的介绍牌。状元珠是醴陵新老8景之一，长约500米，宽约100米。明朝的时候为菜园子，后为梧桐饲马场。清光绪末年改为桑园，养蚕、种植桑树的地方。到公元25年，怒江石拱桥建成以后，就造了引桥与这个状元珠相连，并改造成为了公园。为什么叫状元珠呢？这里有一个传说啊，是天仙女在天宫徘徊，乘万水千山中，突然发现大地移动着一条美丽的飘带，飘带洁白悠长，曲曲弯弯，显得婀娜多姿。这位天女呢，渐渐地忘却了天条，然后下凡到人间，拾起飘带时，纤纤玉手触到了万枕柔情，原来是一条碧透的江水。仙女醉了，她仰卧在水面上，然后不知过了多久，这位仙女真与大地融为一体，变成了绿水中央的一片绿洲。后面呢，就是一位渔郎少年捷足登上绿洲，
日夜失守在这片玉珠上攻读诗书。几年过去，少年金榜题名，高中状元，从此这片玉珠便被人民命名为状元珠。在真实的历史科举考试上面没有记载李陵是否出过状元，所以我刚刚在视频当中说过，这个状元珠它是没有出过状元的，只不过是当地的一些原住居民啊，他们希望借此这个珠印状元珠这个名字，希望当地的学子能够高中状元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个状元阁。刚刚在视频中我们说过，当地的李陵人们呢，希望建这座状元阁，能够让李陵市的人们呢多出状元。但是呢，这1000多年的科举考试中，没有出过一个状元，只出过40多名进士。但是呢，这个地方啊，能够出40多名进士，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，人杰地灵的地方。那么看到我们这些视频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呢，希望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，都希望你们高中状元，学业有成，不管是在哪个领域都能够金榜题名，不管在哪个行业都能够让你们得心应手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再回到路交桥上，在这个引桥啊，两侧护栏都还是100年前雕刻的这些花纹。这上面是南瓜形状还是柿子？安兰知道吗？像是石榴，又像是南瓜。好了，这期视频我们就暂时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陆江桥见证了中国建桥史的800年，李陵人对这座桥有了深厚的感情。历史上，它经历了多次重修，每一次重修都有民间力量的参与，才能使这座桥在李陵绿水江上屹立不倒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，拜拜。